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2005年1月28日，腊月28，从北京开往江南小城的绿皮火车在铁轨上哐当哐当地响着。陆远帆坐在硬座车厢里，身边是南来北往的打工人，空气里弥漫着泡面味、香烟味，还有汗味。他摸出诺基亚7610，看了看时间，离到站还有3个小时。屏幕上显示着一条短信，是李晓峰发来的：远帆，后天晚上同学聚会，金龙大酒店，你可得来啊！陆远帆把手机塞回兜里，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田野。3年了，他终于要回去了。包里那份收购合同还带着温度，1200万。他那个做了2年的小网站就这么卖了，说起来像做梦一样。可合同上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，对面坐着个中年妇女，一直盯着他看。陆远帆不自在地摸了摸脸，心想是不是脸上有什么东西。小伙子，在北京打工？妇女开口问道。算是吧。陆远帆笑了笑，北京不好混啊，我儿子也在那边，一个月才挣2000多，房租就要800。妇女叹着气，你看着面善，应该混得不错吧？陆远帆想了想，还行吧，够吃够喝。这时电话响了，是母亲打来的。儿子，快到了吧？妈，还有3个小时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对了，你李婶昨天还问我，说你在北京做什么工作，我也说不上来，就说是做电脑的。陆远帆听着母亲的声音，心里一暖，妈，就是做网站的，没什么特别的。哦，那就好。儿子啊，回来低调点，咱们工人家庭不兴张扬那一套。知道了，妈。挂了电话，陆远帆靠在座椅上，母亲的话让他想起3年前离开时的情景。那是2002年的夏天，大学刚毕业，他拎着一个破旧的行李箱站在火车站，苏雨薇就站在他对面。你非要去北京？他的眼圈有点红。雨薇，我想试试。是什么事？你去北京能有什么出息？还不如留在这里考个公务员，稳稳当当的。我不想一眼就看到自己60岁的样子。苏雨薇突然笑了，那笑容里带着嘲讽。陆远帆，你知道吗？没有物质基础的爱情就是一盘散沙。说完这句话，他转身就走了。高跟鞋敲在地面上，哒哒哒的声音像是敲在他心上。火车进站的汽笛声把陆远帆拉回现实，窗外的景色越来越熟悉，那是他生活了20多年的地方。金龙大酒店是这个小城最豪华的地方，18层高的建筑在一片低矮的房屋中格外显眼。这是钱家的产业，钱志豪他爸钱大富这几年靠着房地产发了财，在城里说一不二。陆远帆特意换了身普通的衣服，一件深蓝色夹克，看起来就像个普通的上班族。他开着租来的桑塔纳停在酒店门口，门童都懒得多看他一眼。走进大堂，陆远帆注意到墙上贴着一张招聘启事，诚聘总经理，待遇面议。旁边几个服务员在小声议论，听说酒店亏了不少钱，可不是吗？钱老板最近愁的头发都白了。嘘，小声点，让人听见了不好。陆远帆装作没听见，径直走向电梯。包厢在3楼，叫聚贤厅。推开门，里面已经坐了7、8个人。李晓峰第一个跳起来：远帆，可算把你盼来了。李晓峰还是老样子，圆脸，戴着眼镜，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。他在农业银行上班，日子过得不温不火。来，给大家介绍，这是陆远帆，咱们班当年的学霸，现在在北京做 IT。
李晓峰拉着陆远帆往里走，其他同学纷纷站起来打招呼。张强在税务局，王磊在电力公司，赵明开了个小超市，基本都是在这个小城里讨生活。远帆，听说你在北京混得不错。张强递过来一支烟，陆远帆摆摆手，不抽烟，也就那样，混口饭吃，别谦虚了。能在北京站住脚的都不简单。王磊拍拍他的肩膀，现在月薪多少？几千块吧。陆远帆含糊地说。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聊着，话题无非是房价、股票、孩子上学这些事。陆远帆静静地听着，偶尔附和两句。李晓峰凑过来，压低声音。一会儿苏雨薇也来。陆远帆愣了一下，她现在可风光了，嫁给了钱志豪，天天开着宝马3系，手上戴的表据说要10几万。李晓峰的语气里带着羡慕。是吗？陆远帆端起茶杯喝了一口。你不知道？哦，对了，你在北京，消息不灵通。去年他们结婚，场面那叫一个大，整个金龙大酒店都包下来了。陆远帆点点头，没说话。这时包厢门被推开了，苏雨薇挽着钱志豪走了进来。苏雨薇穿着一件米色的羊绒大衣，里面是黑色连衣裙，脚上是一双红底高跟鞋，手腕上的卡地亚手表在灯光下闪闪发光。她的妆容精致，头发做成了大波浪，整个人看起来光彩照人。钱志豪个子不高，有点发福，穿着一身阿玛尼西装，手上戴着劳力士。他一进门就大声嚷嚷：“不好意思啊，各位，路上堵车，来晚了。”大家纷纷站起来寒暄。在这个小城里，钱家的势力不小。钱志豪虽然同学们大几岁，但谁都得给几分面子。苏雨薇的目光扫过人群，停在陆远帆身上，他愣了一下，随即露出一个礼貌的微笑。哟，远帆也回来了。回来过年。陆远帆平静地说。听说你在北京做什么网络公司？苏雨薇的语气里带着一丝轻蔑。还没等陆远帆回答，钱志豪就接过话头。网络公司就是做网页的吧？现在这行不好做啊。前2年互联网泡沫破了，多少公司倒闭了，不像房地产，实实在在的，看得见摸得着。他拍了拍自己的肚子，就说我们家吧，去年光城东那块地就赚了800万，现在正准备开发新楼盘，预计能赚几千万。志豪就是有本事。有人附和道：哪里，主要是赶上好时候了。钱志豪嘴上谦虚，脸上却掩不住得意。苏雨薇坐在钱志豪身边，目光若有若无地瞟向陆远帆。远帆，你在北京做网络，一个月能挣多少？也就几千块。陆远帆淡淡地说。几千块？苏雨薇笑了。在北京几千块够干什么的？房租都要1-2千吧。还行，够用。我就说嘛，还不如当初留在这里。苏雨薇转头对钱志豪说。志豪，你们公司不是在招网络维护员吗？月薪3000，要不帮远帆介绍一下？钱志豪大手一挥，没问题。远帆要是愿意回来，随时来找我。虽然钱不多，但在咱们这小地方，3000块也够花了。陆远帆看着他们2个，心里涌起一种说不出的感觉，不是愤怒，也不是悲伤，就是觉得有点好笑。谢谢，我再看看。他端起酒杯，来，大家一起喝一个。酒过3巡，钱志豪的话越来越多，他开始大谈特谈自己的生意经，什么拿地的门道，什么和政府打交道的技巧，说得唾沫横飞。做生意啊，最重要的是人脉。他指着自己的鼻子，我钱志豪在这个城里，黑白两道都有朋友，不是我吹牛。
只要我一个电话，什么事办不成？这时候，陆远帆的手机响了，他看了一眼，是个010开头的北京号码。不好意思，我出去接个电话。他站起身走出包厢，走廊里很安静。陆远帆按下接听键，远帆，是我，宋明轩。宋明轩是他大学室友，现在是红杉资本的合伙人。当初陆远帆的公司能拿到投资，多亏了他牵线搭桥。明轩，什么事？好消息，刚收到消息，搜狐那边想追加投资，把你们的技术团队也一起挖过去，条件很优厚，额外给你个人300万的顾问费，还有期权。陆远帆心跳加快了一下，这么快？你也知道，现在互联网又开始热了，好的技术团队很抢手。另外，我们基金对你的下一个项目很感兴趣，初步意向是2000万美元。你什么时候有空？咱们见面详谈。过完年吧，我现在在老家。行，那就这么说定了。对了，你那个收购酒店的想法，我已经和江南投资集团的张总提了，他们很感兴趣。陆远帆刚要回话，余光瞥见包厢门开了，苏雨薇站在门口。苏雨薇靠在门框上，手里拿着个女士香烟，似笑非笑地看着他。接什么电话这么神秘？他吐出一个烟圈。陆远帆收起手机，工作上的事。工作。苏雨薇走近2步。刚才我好像听到什么300万，你听错了。苏雨薇盯着他看了几秒，突然笑了。陆远帆，你变了，人都会变的。记得以前你很实诚的，现在学会藏着掖着了。陆远帆看着他，雨薇，过去的事就过去了。苏雨薇的笑容僵了一下，她深吸一口烟。是啊，过去了，我现在过得很好。你呢？我也不错。两人沉默了一会儿，走廊里只能听见远处传来的说话声和餐具碰撞的声音。进去吧，大家都等着呢。陆远帆率先打破沉默，回到包厢，气氛正热闹。钱志豪喝得脸红脖子粗，正在吹嘘自己最近谈的一笔大生意，城东那块地80亩，知道什么概念吗？建完了至少能卖10个亿。李晓峰啧舌，10个亿，那得赚多少啊？保守估计3个亿的纯利润。钱志豪得意地说。陆远帆坐回位子上，默默地听着。他知道现在房地产确实火，但钱志豪说的数字明显有水分，而且从刚才在大堂听到的消息看，钱家的资金链可能已经出问题了。远帆，你们做 IT 的能赚多少？钱志豪突然把话题转向他，看情况吧，有赚有赔。赔？钱志豪哈哈大笑，做 IT 还能赔钱？不就是敲敲键盘吗？哪像我们做房地产的，动不动就是几千万的投入。其他人也跟着笑，在他们看来，互联网确实是个虚无缥缈的东西，哪有盖房子来的实在？就是啊，做 IT 的都是给人打工的命。钱志豪喝了口酒，不像我们自己当老板，想什么时候上班就什么时候上班。苏雨薇这时插话：志豪，别这么说，远帆也是为了梦想。这话听起来像是帮陆远帆说话，但语气里的嘲讽谁都听得出来。梦想在这个小城里是个奢侈品。陆远帆没有反驳，只是安静地吃菜。他想起在北京的那2年，住在潮湿的地下室里，夏天热得像蒸笼，冬天冷得像冰窖，每天就是写代码、改代码、调试代码。吃的最多的是方便面，偶尔奢侈一下就是楼下的兰州拉面。那时候确实是为了梦想，但现在回头看，梦想这个词太轻了，轻得像一片羽毛，风一吹就散了。远帆，你还记得吗？钱志豪喝多了，
话也多了起来。当年你追雨薇的时候，写了多少情书？结果呢？还不是志豪。苏雨薇打断他：“我说的是实话啊。”钱志豪大着舌头：“当年你连苏雨薇都留不住，现在在北京混成什么样了？”包厢里的气氛突然凝固了，大家都不说话，有人开始劝酒，有人开始转移话题。李晓峰打圆场：“来来来，大家喝酒喝酒。”就在这时，陆远帆的手机又响了，这次是个陌生号码。陆远帆看了一眼，没打算接。接啊，说不定是什么重要电话呢。钱志豪阴阳怪气地说。陆远帆只好接起来：“喂，请问是陆远帆陆总吗？”电话那头是个女生：“我是陆远帆，你是？”“陆总您好，我是您的助理小王，刚才忘了跟您说，明天新华社的记者要采访您，关于青年创业的专题报道，时间您看怎么安排？”陆远帆皱了皱眉，他不记得自己有什么助理，还有福布斯中国的编辑也想约您做个专访，说是要做一期30岁以下创业精英的特刊。陆远帆这才反应过来，应该是宋明轩安排的。他压低声音：“我在外地，等我回北京再说。”“好的，陆总，那我先帮您推掉。”陆远帆刚要挂电话，但陆总2个字已经被离得近的几个同学听到了。包厢里安静了几秒，李晓峰试探着问：“远帆，刚才是叫你陆总，可能是打错了。”陆远帆放下手机，苏雨薇的脸色有些复杂。他想起刚才在门外听到的300万、2000万美元，再联想到这个陆总，心里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。这个被他抛弃的前男友似乎并不是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。什么陆总不陆总的？钱志豪不屑地说：“现在阿猫阿狗都叫总，我们公司扫地的都叫保洁总监呢。”大家哈哈大笑，气氛又活跃起来。陆远帆端起酒杯，什么也没说。他知道解释没用，在这些人眼里，他就是个失败的北漂。李晓峰偷偷凑过来：“远帆，你真的混得不好吗？我怎么听说北京互联网现在又火起来了，是有点起色。”陆远帆小声回答：“那你算了，喝酒喝酒。”李晓峰欲言又止。酒席进行到一半，钱志豪越说越兴奋，开始跟大家讲他的宏伟蓝图。跟你们说，房地产这行未来10年都是黄金期，股市那玩意儿不靠谱，还是房子实在。我准备明年再拿2块地，到时候咱们这个小城的房子都是我钱家盖的。志豪就是有魄力。有人拍马屁，那是不是我吹牛？在这个城里，我说第2，没人敢说第1。钱志豪站起来，有点站不稳。来，大家敬我一杯。就在这时，包厢的门突然被推开了，进来的是金龙大酒店的总经理，后面跟着2个人，其中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人，陆远帆认识，正是江南投资集团的执行总裁张维民。张维民径直走向陆远帆，脸上带着职业的微笑：“陆总，真不好意思，刚才在北京开会耽搁了，刚下飞机就赶过来了。”所有人都愣住了。陆总这个称呼又出现了。张维民继续说：“您上午让宋总转达的收购意向，我们董事会非常重视。初步意见是同意您提出的800万收购金龙大酒店的方案，将其改造成青年创业基地的想法很有前瞻性。”他转向钱志豪：“钱先生，您父亲已经同意了这个方案，毕竟能帮你们解决资金链的问题。”钱志豪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他张了张嘴，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包厢里静得连根针掉地上都能听见。
苏雨薇看到这一幕，彻底震惊了，她手里的酒杯差点掉在地上。那个她以为一事无成的前男友，竟然有实力收购她现任丈夫家的产业。你说什么？钱志豪终于找回了声音。收购金龙大酒店？是的。张维民点点头。您父亲钱先生今天下午已经和我们签了意向书，具体的细节明天会有律师和您详谈。不可能！钱志豪咆哮起来，我爸不可能背着我卖酒店。张维民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文件，这是意向书的复印件，您可以看看。钱志豪接过文件，手都在发抖。他仔细看了看，上面确实有他父亲的签名和手印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他喃喃自语。张维民看了陆远帆一眼，见他点头，才说道：钱先生，您应该知道，你们家最近资金链很紧张，城东那块地的开发需要大量资金，但银行已经不愿意再贷款了。陆总的收购价格很公道，正好能解你们的燃眉之急。陆远帆这时站起来：张总，咱们出去谈吧，别影响大家吃饭。好的。张维民跟着陆远帆往外走，走到门口，陆远帆回头看了一眼：各位，不好意思，我有点事要处理，你们慢慢吃，今晚这顿我请了。说完，他就走了出去。包厢里炸开了锅，什么情况？陆远帆要收购金龙大酒店，他哪来的钱？刚才那人说陆总，难道远帆真的？李晓峰呆呆地坐在那里，嘴里念叨：我就知道他不简单。钱志豪瘫坐在椅子上，脸色苍白的吓人。他掏出手机，颤抖着拨通了父亲的电话：爸，金龙大酒店的事，我正要跟你说呢。电话那头传来钱大富疲惫的声音：志豪，咱们家的情况你也知道，再不想办法就要破产了。这个陆总给的价格不错，人也靠谱，是宋明轩介绍的。宋明轩，红杉资本的宋明轩，对，就是他。儿子，这次是没办法的办法，卖了酒店，至少能保住城东那块地。钱志豪挂了电话，整个人像是被抽空了一样。苏雨薇坐在旁边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她看着眼前这个落魄的丈夫，再想想刚才意气风发的陆远帆，心里五味杂陈。陆远帆和张维民来到酒店的天台，夜风很冷，但空气清新。陆总，意向书已经签了，后续的手续我们会尽快办理。张维民说：辛苦你了，大过年的还要跑一趟，应该的。对了，陆总，您真的要把这里改成创业基地？说实话，在这种小城市搞创业基地风险很大。陆远帆看着远处的万家灯火：我就是从这里走出去的，想为家乡做点事。张维民点点头：我明白了，那我先走了，有事随时联系。张维民走后，陆远帆一个人站在天台上，他点了支烟，这是他3年来第一次抽烟，烟雾在夜风中飘散。他想起很多往事，想起大学时和苏雨薇在一起的日子，想起在北京地下室里敲代码的夜晚，想起第一笔投资到账时的激动，想起公司被收购那天的复杂心情。你一个人在这里吹风？陆远帆回头看见苏雨薇裹着貂皮大衣站在门口，上来透透气。他掐灭烟，苏雨薇走过来，站在他身边：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钱的？2年的时间，不算长。1200万，是吗？我听人说了，你的公司卖了1200万。陆远帆没有否认。苏雨薇苦笑：我真是瞎了眼。别这么说，你的选择没错，当时我确实给不了你想要的生活，可是现在也晚了。陆远帆打断他：
雨薇，有些路一旦选了，就没有回头的可能。苏雨薇沉默了很久，突然说：“你知道吗？这3年我过得并不快乐。为什么？钱志豪给了我物质，但给不了我别的。他粗俗、自大、没文化，每天除了吹牛就是喝酒。我怀念以前，怀念你给我写的那些诗。”陆远帆笑了，那些诗写得很烂，但是真心的。苏雨薇眼圈红了。远帆，如果当初我没有如果。陆远帆看着他，雨薇，你选择了你认为对的路，我也选择了我的，都没错。你恨我吗？不恨。说真的，要不是你当初那句话，我可能不会这么拼命。苏雨薇的眼泪终于流下来。对不起。不用说对不起。陆远帆从口袋里掏出手帕递给他，擦擦吧，别让人看见。就在这时，陆远帆的手机响了，电话是母亲打来的。儿子，刚才有个北京的记者打电话到家里，说要采访你，还说什么千万富翁的，你没在外面闯什么祸吧？陆远帆笑了，妈，我没闯祸，等会儿回家慢慢跟您说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儿子，你爸要是还活着，看到你有出息，该多高兴啊！提到父亲，陆远帆鼻子一酸。父亲3年前去世，临终前还在念叨让他好好干，别给家里丢脸。妈，我这就回去。好，我给你做了你爱吃的红烧肉。挂了电话，陆远帆发现苏雨薇还站在原地。他的手机也在响，是钱志豪打来的。你在哪？电话里传来钱志豪的咆哮：家里出大事了，我爸把酒店卖了，还欠了一屁股债，你赶紧回来。苏雨薇看了陆远帆一眼，咬了咬嘴唇：我得走了。苏雨薇走了2步，又回头：远帆，祝你幸福，你也是。看着苏雨薇的背影消失在楼梯口，陆远帆深深吸了口气。过去的已经过去了，人总要往前看。回到包厢，气氛已经完全变了。同学们看他的眼神里充满了敬畏和讨好。远帆，你可真是深藏不露啊！陆总，以后多关照啊，有什么好项目别忘了哥们啊！陆远帆笑了笑，大家别这样，我还是原来的陆远帆。李晓峰激动地握着他的手，远帆，我就知道你不是一般人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运气好而已，别谦虚了。对了，你真的要把酒店改成创业基地？是的，陆远帆认真地说，我想帮助更多想创业的年轻人，如果你们有谁有好的想法，可以来找我。几个同学真的动了心，特别是李晓峰。远帆，说实话，我在银行待得挺憋屈的，我一直想做互联网金融，但不知道怎么开始，那就来试试。陆远帆拍拍他的肩膀，创业基地就是为你们这样有想法的人准备的，真的。当然，不过创业很苦，你要有心理准备。我不怕苦。李晓峰激动得满脸通红，其他人也七嘴八舌地说起自己的想法。有人想做电商，有人想做教育网站，还有人想做本地生活服务平台。陆远帆认真地听着，不时提出建议。他知道这些想法大部分可能不会成功，但谁知道呢？当初他的想法，别人不也觉得是异想天开吗？聚会结束后，陆远帆开车回家，母亲还在等他。桌上摆着热腾腾的饭菜，儿子，饿了吧？快吃。母亲给他盛了一碗饭。妈，我有件事要跟您说。什么事？我在北京赚了点钱。哦，赚了多少？够在北京买房吗？够了。陆远帆笑了，不只够买房，还能做点别的事。母亲放下筷子，儿子，你老实告诉妈，你是不是做什么违法的事了？妈，您想哪儿去了？我做的是正经生意，卖了个网站，
赚了1200万。母亲瞪大了眼睛。多少？1200万。母亲呆了好一会儿，突然哭了起来。你爸要是知道，该多高兴啊！他临走前还说，让你好好干，别给家里丢脸。儿子，你没给咱家丢脸。陆远帆抱住母亲，妈，别哭了，以后日子会越来越好的。好，好。母亲擦擦眼泪，儿子，有了钱可别乱花，也别忘本。放心吧，妈，我知道轻重。第二天，陆远帆的故事在小城里传开了，北漂青年变千万富翁，收购金龙大酒店。这种故事太有话题性了，不断有人来家里拜访，有借钱的，有拉关系的，还有媒人上门说亲的。陆远帆都婉言谢绝了，他把精力都放在了创业基地的筹建上，请来了专业的设计团队，把酒店改造成了开放式办公空间。1楼是咖啡厅和会议室，2楼到5楼是办公区，6楼是培训教室。3个月后，远帆创业中心正式开业。第一批入驻的创业者有10几个，其中就包括辞职的李晓峰。陆远帆没收他们房租，只要求他们认真做事。他还请来了北京的导师，定期给他们培训。母亲没事就来创业中心转转，给年轻人做饭。他说，这些孩子就像当年的你，都是有梦想的人。2005年5月的一天，陆远帆收到一条短信，听说你在招前台经理，我可以应聘吗？发信人是苏雨薇。陆远帆盯着手机看了很久，他听说钱家破产了，钱志豪跑路了，苏雨薇离婚了。他想了想，回复道，创业中心看重的是能力和梦想，不看过去。面试时间周一上午9点。周一，苏雨薇真的来了。她穿着简单的白衬衫和黑色西装裤，没有了以前的珠光宝气，但人看起来清爽了很多。为什么想来这里工作？陆远帆公事公办地问。我想重新开始。苏雨薇直视着他的眼睛。我知道以前我很虚荣，很物质，但这半年我想明白了很多事。我想做点有意义的事。这里工资不高，1个月2000块，够了。工作很杂，什么都要做，我不怕。陆远帆看了他一会儿，那就试用期3个月吧。谢谢。苏雨薇站起来。陆远帆，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。不用谢我，要谢就谢你自己，是你自己选择重新开始的。苏雨薇走后，李晓峰跑进来。远帆，你真的要用它？每个人都值得第2次机会，可是他以前的事就让它过去吧。陆远帆看着窗外，人不能总活在过去里。创业中心越办越好，入驻的团队越来越多，有几个项目还拿到了投资。李晓峰的互联网金融项目就是其中之一。中国青年报来采访，标题是从北漂到千万富翁，一个80后的创业传奇。记者问陆远帆，你成功的秘诀是什么？陆远帆想了想说，没有秘诀，就是在该拼的时候拼命，在该放手的时候放手。那你现在幸福吗？陆远帆看着创业中心里忙碌的年轻人，看着在前台认真工作的苏雨薇，看着在厨房里给大家做饭的母亲，挺幸福的。他说，成功不是为了证明给谁看，更不是为了报复谁。真正的成功是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，并且有能力帮助他人实现梦想。那通改变一切的电话，不只是带来了财富的消息，更是带来了一个全新的开始。每个人的人生都有无数种可能，关键是你敢不敢去争取，愿不愿意去改变。生活就是这样，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通电话会带来什么，也许是机会，也许是挑战，但只要你准备好了，
什么都不怕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